穿越神话世界，我成了后世人人唾弃的大反派法海。不过这一次，我绑定了一个斩妖除魔系统，系统说斩妖除魔就能变强。然后我笑了，原著那套破剧本，老子直接不演了。这一世，我法海只做3件事：抓怪、变强、当佛祖。谁敢挡我，贫僧连他一起超度。想不到出家人也会来逛青楼，还真是让奴家大开眼界呢。阿弥陀佛，小僧此前一直在寺中修行，师父说我6根未净，红尘未立，无法淬炼无垢佛心。此番下山，便是要见识见识这花花世界。那大师岂不还是个出歌？怎么，姑娘还挑客人吗？出歌阳气足，龙精虎猛。奴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既然如此，女施主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小僧要你助我修行。臭和尚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小狐狸精，不在深山好好苦修，竟敢化作人形混迹青楼，吞噬凡人精气修炼。贫僧看你是活腻了。你这臭和尚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什么狐狸精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家世凄惨的风尘女子罢了。想当年，若不是我爹好赌败家，我娘重病在床，我弟又要银子读书科举，我又怎会如此？好赌的爸，生病的妈，上学的弟弟和破碎的他，好熟悉的剧情。大胆妖孽，还在狡辩！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！胡说！你胡说！哼，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！我要你原形毕露，大威天龙，般若诸佛，世尊地藏，般若巴马轰，现形！不好，看走眼了！这臭和尚小小年纪，居然有如此骇人的神通！不行，不能硬扛，走为上策。妖孽，哪里逃！大师饶命啊！小妖修行不易，只是吸食凡人精气，从未害过一人啊！孽障！凡人精气乃人之本源，轻则寿命锐减，重则毙命。居然还敢与贫僧在此饶舌，死！和尚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姥姥不会放过你的！还有妖孽，我姥姥是郭北县城外兰若寺的千年大妖，我劝你这和尚好自为之，莫要自误。郭北县兰若寺，你说的姥姥难道就是那个千年树妖？怎么，和尚也听过姥姥的威名？也是，你身为和尚，肯定知道兰若寺，毕竟那也算是你们佛门的千年古刹。但是那又如何？里面的僧众还不是被姥姥给屠灭了？和尚，我劝你还是放了我，否则……竟敢冒犯贫僧，找死！丁。检测到宿主斩杀业力缠身，为祸人间的狐狸精。奖励：佛门神通，佛怒红莲。下山这么久才开张，看来小僧还是要多多努力呀。兰若寺嘛，倒是个好地方。和尚，我在这儿呢。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啊？讨风吗？想不到这种奇闻异事居然被我给撞见了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答诳语。这位施主，你确定要让贫僧回答？少废话，快说，像人还是像神？老子修炼500年，就差你这一句话了。和尚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说。贫僧看你啊，像玉皇大帝。和尚，你不是说出家人不答诳言吗？我在这深山老林里修行了500年，500年，你知道这500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贫僧确实不答诳语，但怕施主讨封失败，只好违逆本心，成全施主。臭和尚，你这分明就是在耍我！是又如何？你区区一只黄鼠狼，不潜心苦修，竟想走这些歪门邪道。就算贫僧说了你像神，你也不过是个山寨货，根基不稳，业力缠身，
将来必定为祸人间。好，好，好！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孽术，还敢放毒！遇上硬茬子了，这和尚居然是修行之人，看来得去找姥姥出手杀了这和尚。现在想跑，晚了！大威天龙，世尊地藏结印。大师饶命！大师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讨风骗风，蛊惑人心，此等妖邪，留你何用？臭和尚，你杀了我，你也别想好过，姥姥不会放过你的。又是那书经。和尚，你既然知道姥姥，我劝你还是放了我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斩杀讨风害人的黄鼠狼，奖励佛门至宝锦兰袈裟、锦兰袈裟，唐三藏同款，倒是件好东西。兰若寺妖邪众多，正好多刷几只怪。般若诸佛地藏法眼，般若巴马轰。好一个兰若寺，鬼气冲天，怨魂遍布。哼，一群孽障不知死活，竟敢玷污佛门圣地，看来今日贫僧免不了大开杀戒了。原来是个和尚。阿弥陀佛，小僧法海见过施主。这兰若寺方圆10里荒无人烟，你一个出家人不在寺里好好念经，跑到这鬼地方做什么？那施主又为何要待在这儿？老子来这儿是为了斩妖除魔。小僧也是如此。就凭你，年纪轻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你可知道这兰若寺里藏着什么东西？千年树妖，外加一群孤魂野鬼罢了。你知道还敢来？老子在这蹲了3年，都没敢轻举妄动。你难道不怕死吗？佛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哼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老子也不拦你。旁边还有一处偏殿，你今晚就去那儿落脚吧。那就多谢施主了。姐妹们，今天终于能开张了。是啊，这3年若不是那牛鼻子老道坏事，我们也不至于吸不到阳气，被姥姥责罚。这次似乎还是个和尚。和尚好啊，精气足，想必姥姥肯定会满意的。各位姐姐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那和尚毕竟是出家人，不近美色。出家人怎么了？之前兰若寺那些佛面受心的和尚还少吗？我们可比不上你聂小倩，不但受尽了姥姥宠爱，还将你许配给了黑山妖王。别说这么多了，赶紧行动吧。来了吗？哥哥，长夜漫漫，一个人不寂寞吗？阿弥陀佛，几位女施主深夜造访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小女子见哥哥一表人才，心向往之，特来盼伴。小哥哥，你看奴家美吗？哥哥，看我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和尚，千万别着他们的道，他们都不是人。快去找大殿的那个道士，现在只有他能救你了。多谢施主好意了，只是施主担心错了人。哥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是对我们姐妹的姿色不满意？你们这些孽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连佛门之地也敢乱闯，真是鬼气冲天，居然还妄想诱惑贫僧，我收了你们！姐妹们，看走眼了，这个和尚是佛门修士。这和尚年纪轻轻，修为肯定不高，大家一起宰了他，把他的精魄气血送给姥姥，姥姥一定会重重奖赏我们。姐妹们，上！大胆，死到临头还在这儿，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般若诸佛，众神护法，雷电烽火，杀！九霄天雷，杀！
紫极神殿，杀！凛冬罡风，杀！金刚火焰，杀！丁，检测到宿主斩杀助纣为魔之恶鬼，奖励佛门至宝金刚降魔杵。大师，你想干什么？阿弥陀佛，施主不必紧张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贫僧不会对你出手的。合着刚才大开杀戒不是你吗？施主，你这是在怀疑贫僧的慈悲之心吗？不，大师大慈大悲，小倩深感佩服。既然如此，那有劳施主带路，带贫僧去找那树精。大师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出家人从不打诳语。大师，你能杀了他们，不代表你能杀姥姥。姥姥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不是你能抗衡的。正所谓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贫僧做事从来不喜欢半途而废。可是，怎么？施主也想尝尝贫僧的慈悲为怀？大师，姥姥修行千年，法力通天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你方才传音提醒贫僧，说明你良心未泯。若贫僧除掉这妖孽，贫僧保你投胎转世，重入轮回。投胎转世，我真的还有机会吗？阿弥陀佛，放下执念，立地成佛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好，我信你一次，跟我来。到了，这是姥姥与姥姥的本体。好浓重的妖气，如此孽障，贫僧今日必除之。小妾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姥姥，本座养你这么多年，把你许配给黑山妖王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本座的？带一个臭和尚来我的地盘，就凭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和尚，小妾，你是觉得本座老糊涂了，还是你自己活腻了？姥姥，收手吧，你作恶多端，迟早会遭天谴的。住口！大胆妖孽，你竟敢当着贫僧的面打人！本座在这兰若寺修行千年，连当年那些臭和尚都被本座杀得片甲不留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找死！本座看是你小子找死，受死吧！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！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般若诸佛，般若八马轰，诛邪！臭和尚，你到底是谁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金山寺法海是也。不管你是谁，今日进了我的地盘，就别想活着出去！怨魂，你竟然奴役亡魂为你所用！这些可都是当年兰若寺的和尚，他们的怨气被我炼化了几十年，早就成了我最忠实的奴隶。让他们陪你玩玩吧。身为佛门弟子，死后不得超生，反被妖孽驱使，可悲可叹。今日贫僧便送你们往生极乐！八臂修罗！火怒红莲！八臂修罗红莲业火，你不过凡间和尚，怎么可能修成佛界护法神通？树妖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。妖孽，你的手段用完了，那该轮到贫僧了。有家！这和尚竟然真的伤到了姥姥！小，你找死！哼，负隅顽抗，不自量力！袈裟！任你的本事再大，也逃不过我的锦兰袈裟！般若八马轰！般若八马轰！这是佛门神通。难道道爷看走眼了？那乳臭未干的小和尚居然有这通天的实力！
妖孽，受死吧！还有妖孽。是黑山妖王，黑山妖王来救我啦！黑山妖王，小倩，本王来接你了。黑山大人，您终于来了，快杀了这个臭和尚！姥姥，你也太没用了，连一个小和尚都搞不定。这小和尚邪门得很，会佛门护法神通，还身怀佛门至宝金刚降魔艇、锦兰袈裟，好东西。和尚，交出这2件宝贝，本王可以留你一条全尸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今日倒要看看，是谁给谁留全尸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本王就成全你。袈裟护体，有点本事。金刚降魔果然名不虚传，居然能伤到本王的鬼体。黑山大人，这和尚太邪门了，要不我们先撤吧？闭嘴！本王今日若不杀他，以后还怎么在妖界立足？万鬼噬心！如此多的冤魂，究竟害了多少无辜之人？王修行3000年，吞噬亡魂何止100万。和尚，你今日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孽障！你成功惹怒了贫僧，贫僧要你神形俱灭。大威天龙，般若诸佛，世尊地藏，般若巴马轰，飞龙在天。不可能！你一个小小的和尚，怎么可能有这神通？贫僧说过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金龙诛邪！小和尚，道爷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好厉害的妖孽！般若诸佛，地藏法眼，般若巴马轰，显法，好机会！本王修行3000年，怎么可能死在你们手里？邪不胜正，天理糟蹋。你的死是咎由自取，还想逃？并检测到宿主斩杀罪孽深重的黑山老妖，奖励佛门神通罗汉金身。罗汉金身倒是收获不错。道爷，我行走江湖几十年，从未见过你这般厉害的和尚。年纪轻轻，佛法通天，连黑山老妖都不是你的对手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过奖了。方才若非施主相助，贫僧也难以得手。别客气，道爷我帮你是应该的。这兰若寺的妖孽作恶多端，道爷蹲了3年都没敢动手，没想到被你小子一夜给端了。大师，姥姥的大师饶命啊！小妖修行1000年不易，求大师给我一条生路。你占佛门圣地，屠戮僧众，怒役亡魂，吸食凡人阳气，罪孽深重。贫僧若饶你，天理难容。丁检测到宿主斩杀千年树妖，奖励极品先天灵宝净水波影。居然是净水波影，这不是王母娘娘的宝物吗？大师，谢谢你斩断我的枷锁，让我能摆脱姥姥的制约。施主，妖孽已除，贫僧这就送你投胎转世。多谢大师，大师保重。这女鬼心肠倒是好，可惜命不好。前世因果，她能遇到贫僧，便是她的造化。小和尚，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？历练了3个月，贫僧也该回金山寺了。那江湖路远，有缘再会。有缘再会。
姐姐，只要扛过最后一道劫雷，我们就能化形了。千年修行，成败就在此刻。小青，你怎么样？姐姐，我还撑得住。我们成功了！千年苦修，今日总算没有白费。姐姐，我们终于化形了。这样，我就能去找恩红报恩了。法海师兄回来了！欢迎法海师兄回寺。回来啦！弟子法海拜见师父。下山数月，你果然没有让为师失望。锦兰袈裟、金刚降魔杵，这些都是佛门至宝。你能得此机缘，说明你与佛有缘，与法有缘。弟子能有今日，全赖师父教导之恩。你不必谦逊，为师虽然年长，却从未有过你这般造化。法海，你过来，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佛心无垢，菩提自现。法海，为师已经老了，时日无多。师父，不必多言，生死有命，因果轮回，为师看得开。今日为师要你做一件事。师父请讲。这串佛珠是金山寺历代方丈的信物，今日为师将它传给你。方丈要将住持之位传给法海师兄。法海师兄虽然佛法高深，但毕竟年轻。方丈既然这么做，自有他的道理。师父，弟子资历尚浅，恐怕难以担此重任。你不必推辞，为师观你周身佛光环绕，法力深厚，远超为师当年。金山寺交给你，为师放心。从今日起，法海便是金山寺新任主持，尔等需听从他的教诲，不可懈怠。谨遵方丈法旨。弟子定不负师父重托，光大金山寺，普度众生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师父，孩子，不必悲伤。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，悉可慎爱。为师修佛一生，今日终于功德圆满，可以驾鹤死去，往生极乐，你又何必悲伤呢？弟子谨记师父教诲。痴儿，为师圆寂之前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呀。你佛缘深厚，却以杀入道。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以普度度众生为己者，杀心太重，容易被仇恨蒙蔽双眼，他日终究会误入歧途，坠入魔道。弟子会注意的。法海，送为师最后一程吧。南无阿弥多钵夜，堕他嘎多夜，堕地夜他，阿弥利多钵比。南无阿弥多钵夜，堕他嘎多夜，堕地夜他，阿弥利多钵比。恭送师父。从今日起，贫僧便是金山寺住持。我等拜见方丈。只要有贫僧在一日，金山寺便不会没落。佛门弟子当以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为吉日。诸位，可愿随贫僧一同守护这世间正道？谨遵方丈法旨。师父，您放心，弟子定不负所托。大师，老身特来拜佛，求佛祖保佑我儿顺利娶妻生子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有心向佛，佛自庇佑，令郎定会如愿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施主，金山寺不收香火钱，施主若是有心，便将这钱拿去救济贫苦之人吧。
大师慈悲，大师慈悲呀！诸位师弟，近日余杭郡可有什么异常？回方丈，山下太平无事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日余杭郡里有传言，说有一白一青两位貌美女子，常在西湖边出没，行踪诡秘。有人说是妖。这段孽缘还是来了吗？快看看，那就是传闻中的两位美人，果真是天仙下凡啊！如此巨色，怎么会是妖呢？姐姐，那些人又在议论我们了，随他们去吧。我们此行是为了寻找恩公，不必节外生枝。姐姐，你找了这么久，那个恩公到底长什么样啊？这么多年，恩公早已转世，我只记得他的气息。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啊！好强的佛门气息！姐姐，那个和尚好像不是普通和尚，他身上有佛门至宝，法力深不可测，我们避开他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请留步。大师有何指教？贫僧观两位施主面生异象，周身妖气缠绕，恐怕不是凡人吧？臭和尚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姐妹是正经人家女子，什么妖不妖的？一条白蛇，一条青蛇，贫僧一眼就看出你们不是人，还要狡辩吗？大师，你佛法高深，小女子佩服。我姐妹二人虽是异类，却从未害过一人。大师身为出家人，难道要残害无辜吗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自然不会残害无辜。那你这和尚拦着我们是什么意思？人分好人坏人，妖自然也分善妖恶妖，一心为善的，贫僧自然不会为难；作恶多端的，贫僧也绝不会放过。那大师是觉得我姐妹二人会作恶？此地人多眼杂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二位施主，跟贫僧来吧。姐姐，我们……小青，跟上，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请坐。大师有话不妨直说。贫僧听闻施主此番下山是为了寻找恩公，报千年之恩。大师如何知晓？山人自有妙计。施主想好怎么报恩了吗？臭和尚，你管得太宽了吧！我姐姐要如何报恩，那是她的事，与你何干？贫僧身为佛门弟子，以普度众生为己志。施主虽是异类，但心地善良，贫僧只是不愿他误入歧途。说的倒是好听，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一片苦心，施主误解了。大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施主，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施主可以赠他富贵，保他平安，祝他功成名就，但人妖殊途，天道难违。莫非这和尚猜到了我的想法？阿弥陀佛，贫僧言尽于此，施主好自为之。哼，装模作样，什么普度众生，分明就是多管闲事。姐姐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一个出家人，懂什么呀？小青，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姐姐，你不会被他说动了吧？我只是在想，若他真的动了手，我们姐妹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怕什么？大不了跟他拼了。罢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恩公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姐姐，我们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啊。余杭郡这么大，找个连模样都不知道的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恩公的气息我记了千年，只要靠近，我一定能认出来。姐姐，你就这么确定恩公在余杭郡？我得了高人指点，不会有错的。是他，就是他。姐姐，那个书生就是恩公，我不会认错的，就是他。这位公子，小女有礼了。姑娘有何事？小女子初到余杭，人生地不熟，想向公子打听点事。姑娘请讲，在下知无不言。敢问公子，这余杭郡哪最适合开店？
姑娘算是问对人了，在下许仙，土生土长的余杭人。原来是许公子，失敬失敬。小女子白素贞，这是舍妹小青，我们姐妹二人从外地来，想在这余杭郡谋个营生，不知许公子可否带我们四处走走？姑娘客气了，在下乐意之至。姐姐，这个书呆子倒是有趣。紫君心动，贪芒移位，七杀暗淡。东南方有妖气升腾，与红尘之气纠缠不清。般若诸佛，天眼通明，般若巴马轰！白素贞，你果然还是找到了他。许仙，这一段孽缘，终究还是开始了。不过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白素贞虽有报恩之心，但尚未行差踏错。贫僧若此时出手，反倒显得不近人情。等他真正动了凡心，再做计较也不迟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弟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外面回来就一直魂不守舍的。没什么。还说没什么？姐姐看你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。姐姐，我今天在桥上遇到了一位姑娘。我们家书来子终于开窍了。姐姐，我是认真的。那位姑娘姓白，名素贞，说是从外地来余杭谋生的。那你可知道她家住哪里，家境如何？今日只是匆匆一面，约了明日带她在城里转转。那倒是个机会，你可得好好把握。你们姐弟俩在嘀咕什么呢？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小舅子要开窍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许仙，你可算想通了，赶明儿个姐夫给你张罗张罗。姐夫，你别取笑我了。姐姐，那个许仙真的是你的恩公吗？不会错的，他身上有我熟悉的气息。虽然转世轮回，但那气息刻骨铭心，我记了千年。姐姐，那和尚说的话，你真的不考虑吗？小青，恩情不报，我心难安。可是那和尚说的也对，人妖殊途，我自有分寸。我只想报恩，让他一世富贵平安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不会逾越。姐姐，你这样说，可那许仙要是动了心呢？那便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方丈，方丈，何事惊慌？回方丈，山门外来了一位施主，说是朝廷驸马求见方丈。驸马，皇亲国戚不在京城享福，跑到这金山寺来干嘛？请他到后院禅房，贫僧稍后便到。是，方丈。大师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施主不必如此，有话起来再说。大师，我被厉鬼索命，求大师救我！厉鬼索命，施主莫急，慢慢道来。大师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大约半个月前，我开始做噩梦，梦里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，浑身是血，追着我要索命。我一开始以为是公务繁忙，身体劳累所致，没有在意。可是后来那女鬼竟然出现在我的卧房里，就在我面前。她掐着我的脖子，说要我偿命。施主，你可认识那女鬼？不认识，
我堂堂驸马怎么会认识什么女鬼？既然如此，那女鬼为何要找你索命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认错人了，又或许是前世的冤孽。前世冤孽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施主，你来找贫僧，是想让贫僧如何帮你？求大师出手，收了那女鬼，只要大师能保我平安，多少银子我都愿意出。施主，金山寺不收银两。大师果然是得道高僧，不为黄白之物所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捐香油，捐多少都行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斩妖除魔乃分内之事，施主不必破费。那大师这是答应了？贫僧暂时还无法跟施主去京城，因为眼下余豪郡还有一桩大因果未处理。大师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那女鬼一日不出，我一日难安啊！施主若是不嫌弃，可以在金山寺暂住一段时间。金山寺乃是佛门圣地，有贫僧在此坐镇，那女鬼绝不敢来犯。这住在寺里？施主若是不愿，贫僧也不勉强。不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能住在金山寺，得大师庇护，是我的福分。那便如此定了。明心，带施主下去安顿。是，方丈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客气了。方丈，弟子已将王施主安排至西院厢房。如此甚好。明心，你可是有疑惑？方丈，这位王施主似乎有所隐瞒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之前在禅房的时候，他说话时眼神闪烁，言辞躲闪，尤其是问他是否认识那女鬼时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但凡人却未必。画皮画骨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他既然不愿说，贫僧也不便强问。可是方丈，若那女鬼真是他招来的冤孽，我们这样帮他，斩妖除魔是贫僧的本分。至于那女鬼为何索命，待贫僧见到她，自然水落石出。若那女鬼是无辜受害，贫僧自会为她主持公道。若她真是恶鬼害人，贫僧也绝不会手软。方丈英明。三娘，你别怪我，我也不想的，是你自己太蠢，非要缠着我。有那和尚在，你拿我没办法。哼，等你灰飞烟灭的时候，我会给你烧纸的。谁在外面？没事的，这里是佛门圣地，他进不来的，进不来的。王安旭，你以为躲进寺庙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你负了我的心，还想全身而退？王安旭，我活着的时候你骗我，我死了你也别想摆脱我。王安旭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三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躲在佛寺就安全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三娘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负心汉，你也有跪在地上求我的时候。当初我也是这样求你的，可是你呢？三娘，是我不对，我负心，我是畜生，我是畜生，我愿意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你就饶了我吧。饶你？王安旭，你下来陪我吧。大胆怨鬼，
居然敢在金山寺放肆！大师救我！那女鬼要杀我！大胆怨鬼，连佛门圣地都敢乱闯，分明是没把贫僧放在眼里。臭和尚，这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关，让开！阿弥陀佛，施主既然入了金山寺，便是贫僧的客人，你要在寺中杀人，贫僧岂能坐视不理？客人，这个负心汉也配做客人？他骗我感情，骗我钱财，还亲手将我烧死！我要他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施主，他说的可是实事？大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根本没有，他是鬼话连篇。大师，你千万不要信他。王安炫，你还是这么会演戏。你说要娶我，我便信了你；你说要做生意，我便把全部家当都给了你。可是你呢？你拿着我的钱娶了公主，当了驸马，还怕我揭穿你，趁我熟睡时放火烧死我。施主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阿弥陀佛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你现在有何诉求？诉求？我只不过是想讨回一个公道罢了。大师，我无意与你作对，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杀了他。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施主，你既已身死，便该放下执念，往生极乐，何必为了一个负心人，让自己永世不得超生？放下！大师说的轻巧。我生前掏心掏肺对他，死后却连个全尸都没有。你让我放下，我不甘心，我要他陪我一起下地狱。冥顽不灵，你若是值日在佛门圣地行凶，贫僧只好将你打得魂飞魄散，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又如何？只要能杀了他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大师救我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施主，你的罪孽，贫僧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先起来，出家人面前跪在地上成何体统？施主，贫僧问你，若王安区愿意赎罪，你可愿放下仇恨，重入轮回？赎罪？他这种人还会赎罪？施主，你可愿为自己所做之事承担后果？我愿意赔钱。赔多少都行。钱，一条人命，岂是钱才能弥补的？你若真心悔过，便随贫僧去官府自首，将当年如何骗财害命之事，一五一十交代清楚。不行，我是驸马，若是去自首，我的前程就全毁了。大师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他的真面目，他根本没有悔过之心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施主，贫僧明白了，这件事贫僧会给你一个公道。施主，既然你不愿自首，那贫僧只好用贫僧的方式来了结这段因果。你想干什么？大威天龙，般若诸佛，佛怒红莲，红莲业火，显！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好疼！救命！阿弥陀佛，佛门虽然慈悲为怀，但亦有怒目金刚。王施主若是能承受住红莲业火的焚烧，自然性命无忧。那要是承受不离呢？那只能说王施主犯下的罪孽太大，连佛祖都不肯原谅他，让他化为灰灰。阿弥陀佛，罪过。王施主福缘浅薄，业力深重，终究是没扛过红莲业火。施主，这样的结果你可满意？大师，谢谢。我突然觉得不那么恨了。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施主能想通，便是与佛有缘。施主，贫僧送你往生极乐，可好？多谢大师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度化怨鬼梅三娘，助其放下执念，往生极乐。奖励：佛门神通如来神掌。如来神掌，
难道就是在镇压齐天大圣的那门神通？白姑娘，等一等！许公子，何事如此匆忙？白姑娘，这是我在郊外采摘的野花，虽不及姑娘美貌万一。多谢许公子，花很香。白姑娘，自从那日相遇，我便对姑娘一见倾心。许公子，你该不会专程跑来就是为了送花吧？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我越发觉得姑娘温柔贤淑，知书达理，是我许仙此生见过最好的女子。白姑娘，我许仙虽家境贫寒，只是个小小药铺学徒，但我发誓此生并不负姑娘，请姑娘答应嫁给我。许公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姐姐，许公子，你我不合适。白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不合适，你值得更好的人，不是我。白姑娘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你说，我改。是不是你觉得我穷？我可以去考功名，我可以去经商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许公子，有些事你不懂。姐姐，要不你就告诉他吧。白姑娘，我明白了，是我太唐突，冒犯了姑娘。等等，白姑娘，你改变主意了。许公子，你若真想娶我，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姑娘请说，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绝不后悔。我要你离开余杭，跟我回巴蜀峨眉山。去峨眉山？对，你若真想娶我，便得随我回峨眉山。从此我们在山上居住，不再过问红尘之事。你可愿意？姐姐，你这条件也太狠了吧！我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愿意。余杭虽是我故土，但若无你，这里也不过是一座空城。既然你要我随你去峨眉山，那我便去。你可想清楚了？去了峨眉山，你便再也见不到你的姐姐、姐夫，再也回不了余杭。我想清楚了，只要能和姑娘在一起，哪里都好。好，姐姐啊姐姐，你可知道这书生跟咱们回峨眉山以后知道了真相会怎样？不过也好，离开余杭至少能摆脱那个臭和尚，能少掉一个大麻烦。白素贞，你竟要带许仙回峨眉山？若真让你们去了峨眉山，这段孽缘便更难了断了。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阿弥陀佛，看来贫僧不能再等下去了。白素贞，你既然执意要用以身相许来报恩，那贫僧便陪你走这一遭。白素贞，贫僧来了。弟弟，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开余杭去峨眉山？姐姐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胡闹！你好端端的余杭不待，快去那鸟不拉屎的峨眉山做什么？姐夫，我要娶白姑娘为妻，她家在峨眉山，我自然要随她去。那你们可以在余杭成亲啊，为什么要去峨眉山？姐姐，这是白姑娘的条件，我既然答应了她，便不能反悔。弟弟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去了那么远的地方，姐姐想见你一面都难啊。姐姐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总要成家立业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常写信回来的。你这孩子跟你爹一个脾气，认准了的事儿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也罢，既然你决定了，姐夫也不拦你。只是到了那边，若是受了委屈，就回来。姐夫在余杭给你撑腰。谢谢姐夫，谢谢姐姐。好了好了，既然要走了，姐姐去给你收拾行李。
姐姐，你真的要带许仙回峨眉山？可是那和尚说过人妖殊途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要带他回峨眉山，在那里，我能护他周全。小青，我想过了，与其在红尘中让人妖殊途的禁忌成为隐患，不如带他回峨眉山，在那里没有人会指指点点，也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。可是那和尚，法海，他若真要来，我便与他周旋到底。姐姐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小青，谢谢你。白姑娘，你家在峨眉山何处？在山中深处一处清幽之地，到了你便知道了。那家中还有何人？只有我和小青，父母早已不在了。抱歉，我不该问的。无妨。姐姐，停车。白姑娘，怎么了？许公子，你留在车上，不要下来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，别来无恙。法海，你拦我们去路，意欲何为？贫僧只是想劝施主一句，回头是岸。我从未作恶，何须回头？施主，你带许仙回峨眉山，看似避世，实则是在逃避。人妖殊途，天道难违，你越是强求，后果越是不堪设想。这是我的事，不劳大师费心。施主，贫僧之所以一直未曾你出手，是因为你心地善良，从未害人。但若你执意要与许仙在一起，便是逆天而行，到时候贫僧不得不处你。法海，你口口声声说普度众生，可你何曾想过什么是众生真正想要的？我修行1000年，只为报恩，我不害人，不伤天理，只想与他过平凡的日子，这也有错？施主，你报恩可以，但不应以情爱为媒。你若真心为许仙好，便该让他过正常人的日子，娶妻生子，而不是与你这人妖结合，留下孽缘。原来这就是许仙。这位大师，在下许仙，不知大师为何要拦我们的去路？许施主，贫僧法海，金山寺住持。贫僧要告诉你，你身边的这位白姑娘，她不是人。大师说笑了，白姑娘怎么不是人了？她是妖，一条修行1000年的白蛇。不可能，我敬你是佛门高僧，但你也不能凭空污人清白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是出家人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施主要是不信，一问不就知道了。许公子，白姑娘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一条白蛇。书呆子，我姐姐虽然是妖，但她从未害过人，她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可不能忘恩负义。所以，你要我跟你回峨眉山，就是因为……是，我不想让别人发现我的身份，只想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，与你安安静静的过日子。原来如此，许施主，现在你知道了真相，贫僧劝你一句，就此回头，回余杭去，忘了他。人妖殊途，强求不得。书呆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白姑娘，你抬起头看着我，我想知道，你爱我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是妖也好，是人也罢，我许仙认定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身份。如果你也爱我，那我就愿意跟你回峨眉山。你不怕吗？怕，但我更怕失去你。许施主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大师，我想得很清楚，白姑娘从未害过人，反而温柔善良。我许仙虽是个凡夫俗子，但我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请大师成全。白施主，人妖结合，违背天道，必遭天谴。贫僧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离开余杭，回你的峨眉去。我不准你走！
什么天道，什么天谴，我都不怕。我只知道，我许仙这辈子认定你白素贞了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许施主，放手吧，你这是在害他，也是在害你自己。大师，你说你是出家人，以慈悲为怀，棒打鸳鸯。那我想问你，棒打鸳鸯，拆散有情人，这就是你的慈悲吗？放肆！许仙，你以为贫僧是在多管闲事？你不是多管闲事是什么？这个书呆子胆子还真不小。大师，我与许公子情投意合，还望大师能够成全。非是贫僧不愿成全，而是你们越线了。今日人妖，明日人魔，后日人鬼，往往复复。那人间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你们想过没有？昔日云华情动，织女司晨，三圣母下凡，他们的下场想必你们也知道。为了你们的小爱，破坏人间的秩序，你觉得贫僧会放过你们吗？臭和尚，别在这里东拉西扯，我姐姐的事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。既然你们执迷不悟，那贫僧只好用强了。小青，带许公子走。是，姐姐。书呆子，快走！不，我不走，我要跟白姑娘在一起。想走，都给我留下。袈裟！般若巴马轰，般若巴马轰，般若巴马轰！看来你真的铁了心要跟贫僧作对了。大师，我不想与你为敌，但若你要拆散我们，我绝不答应。好，那贫僧就领教领教你的千年修行。臭和尚，你还是先领教领教姑奶奶的神通吧。去！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，大胆妖孽！我要你原形毕露！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世尊地藏，波绕巴马轰，飞龙在天。这和尚是从娘胎里就开始修炼的吗？怎么会这么强？公子，你躲远一点，法海法力高强，小青恐怕不是对手，我得去帮他。白姑娘，那你小心点。妹妹，我来帮你。姐姐，我们一起出手。好。白姑娘她真的是妖。白素贞，贫僧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可愿放手？大师，我与许公子两情相悦，绝不放手。冥顽不灵！姐姐，哼，罗汉金身，这和尚开挂了吧？神通也就算了，肉身竟然也这么强。降龙罗汉拳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跟贫僧叫板？要不是贫僧念在你们姐妹二妖尚未作恶，否则早把你们打成灰灰了。臭和尚，要杀就杀，少在这里假慈悲。妹妹，贫僧今日不杀你们，是念在你们修行千年不易，且从未害过人。但若你们执迷不悟，下次见面，贫僧绝不会手下留情。你别过来！许施主，你现在看到了，你心爱的白姑娘不过是一条蛇妖。她是妖，可她对我……你放开我！许公子，白姑娘，白姑娘！许公子，姐姐，那臭和尚把书呆子带走了。我知道。姐姐，我们怎么办？恢复功力，去金山寺救许公子。可是那和尚太厉害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不管多难，我都要救他。许公子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
检测到宿主维护三界法度，阻止人妖相恋，奖励佛门至宝12品功德金莲。阿弥陀佛，看来贫僧所作所为，佛祖他老人家都看在眼里。放开我！你们这些和尚凭什么抓我？我又没有犯法！老实点！许施主，贫僧不是抓你，而是在救你。救我？你拆散我和白姑娘，这叫救我？许施主，白素贞是妖，你是人，人又如何？妖又怎样？我就算死，也要跟白姑娘在一起。许施主，你可知，若你执意与白素贞在一起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什么后果我都认了。你当和尚当疯了，见不得我和白姑娘相爱。放肆！许仙，贫僧看你是失了智，迷了心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放任你和白素贞结合，那以后人世间的妖孽是不是都可以找凡人结婚生子？这里面有多少妖孽居心叵测，又有多少妖孽鱼目混珠，你分得清吗？你以为贫僧是在多管闲事，但今天放你一马，明天又给别人一条退路，长此以往，人间还是人间吗？法海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许施主，白素贞对你一片真心，贫僧不否认。贫僧阻止的从来都不是你们相爱，而是你们罔顾天道人伦的人妖之恋。难道我和白姑娘再也没有可能了吗？那倒也未必。大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与白素贞并非全无可能，只是要看你们愿不愿意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大师请说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愿意。许施主，莫要急着答应，这代价绝非你想象的那般简单。大师，请讲。人妖殊途，症结在于根基不同，命数相称。若要在一起，便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贫僧在地府有条路，风险是大了点，不过对你来说刚好合适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如果你有种的话，三界不会有人阻止你和白素贞相爱了。大师，什么路？第一，你投胎转世，入畜生道，为牛马猪羊之属，然后你再花上1000年苦修，历经天劫，褪去兽身，化形成人。到那时，你也是妖，与他便无分别。投胎到……不错，而且转世之后，你会忘却前尘往事，不记得白素贞，不记得余杭，不记得你自己是谁。你须得在懵懂无知中修行1000年，历经九死一生，方有可能重获灵智，化形成人。那我还能记得白姑娘吗？等你化形成人，前尘往事自会慢慢恢复，但这1000年里，你对她一无所知，而且修行之路凶险万分，稍有不慎便是魂飞魄散，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。第二个选择，让白素贞投胎做人。白姑娘投胎？不错，白素贞她必须要放弃1000年修为，散去一身妖力，投胎人道，重新做人。18年后，她长大成人，你们便可成婚，白头偕老。那白姑娘她投胎之后，同样会忘记前尘往事，不记得你，不记得1000年修行，不记得一切。你们要重新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而且她只是一个普通凡人，生老病死不过100年。她会忘了我？不错，而且等她18岁的时候，你也老了。贫僧的2个选择，无论哪一个，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许施主，贫僧问你，你可愿意？大师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这2个办法实在是……天道昭昭，因果循环。你们想要逆天而行，便得承受相应的代价。贫僧能给你们指2条路，已经是看在白素贞从未作恶、心地善良的份上了。大师，我能跟白姑娘商量一下吗？自然可以，这是你们2个人的事，理应由你们一起决定。不过，在白素贞养好伤之前，你得先在金山寺住下。多谢大师。贫僧你们指2条路，已经是在白素贞从未作恶、心地善良的份上了。我能跟白姑娘商量一下？自然可以，这是你们2个人的事，理应由你们一起决定。
许施主，好好想想吧。无论你选哪一条路，都开弓没有回头箭。白姑娘，我该怎么办？白素贞、许仙，贫僧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至于你们如何选择，便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姐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伤势已经稳住，再调养几日便可恢复。都怪那个臭和尚，堂堂佛门之人，一点都没有慈悲之心，下手居然这么狠。小青，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若他真要杀我们，我们今天恐怕回不来了。姐姐，那个书袋被和尚抓走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等伤势痊愈，便去金山寺要人。可是那个和尚，我知道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去。许公子还在那里等我。姐姐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守着你。姐姐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！白姑娘，我该怎么办？白姑娘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不会放弃你。可是，我该选哪一条路呢？投胎为妖，还是让白姑娘投胎做人？两位施主，金山寺是佛门清净之地，不接待女客。麻烦两位师傅通传一声，就要白素贞求见法海大师。方丈正在做早祭，不见外客，施主请回吧。哼，回！我姐姐今天要是见不到那臭和尚，就不走了。施主，佛门圣地，不可放肆。放肆又如何？你们那个臭和尚抓走了许公子，今天不把人交出来，姑奶奶拆了你们这座破庙。让他们进来。方丈有请，两位施主请随我来。施主，你的伤好的倒是快。多谢大师手下留情。贫僧说过，念在你们姐妹尚未作恶的份上，不会赶尽杀绝。施主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大师明知故问，我来接许公子回去。许施主现在住在金山寺，是自愿的，贫僧不曾强迫他。胡说！你明明把他抓来的。贫僧只是请许施主来寺中做客，顺便告诉他一些真相。他知道你是妖，却依然愿意跟你走，这份情谊倒是难得。既然如此，大师为何还要阻拦我们？贫僧不是阻拦你们，而是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第一条路，许仙投胎转世入夫道，历经1000年苦修，化形成妖，届时你二人同为异类，便可相守。第二条路，你散去1000年修为，投胎做人，18年后你们重新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白头偕老。两条路，我和许师长说过了，他在等你的选择。姐姐，你不会真的要选吧？1000年修行啊，说散就散。大师，你的两条路我都不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要投胎，也不要许公子投胎，我要的就是今生今世与许公子在一起。施主，你这是在痴人说梦。大师，你说天道难违，可天道是什么？天道就是让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吗？我修行1000年，从未害人，只想报恩，这有什么错？你报恩没错，但你不该以情爱为媒，人妖殊途，这是天道。大师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放不放许公子？不放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得罪了。放肆！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退下！白素贞，你竟敢在佛门圣地动手！大师不肯放人，我只好自己来取。姐姐，跟这臭和尚废话什么？直接打！哼，袈裟！小青小心！白素贞，
你这是在找死！姐姐，就凭你们这点本事，也敢在金山寺撒野？大师，是你逼我的。哦，是吗？大师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放不放许公子？不放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水灵听令，急急如律令。你竟敢云水淹金山寺！大师若是不放许公子，我便水淹金山寺，让这里变成一片泽坡。白素贞，你疯了！水淹金山寺，你知道这会害死多少无辜百姓吗？大师，我不想害人，我只想要许公子。只要你放了他，我立刻退水。你这是在威胁贫僧！大师若是这么想，那便是了。白素贞，贫僧原本念你修行千年不易，处处手下留情，没想到你竟如此不知好歹，为了一个男人不惜生灵涂炭。大师，你口口声声说慈悲为怀，可你何曾想过我的感受？我修行千年，只为报恩，如今恩人就在眼前，你却要生生拆散我们，这公平吗？天道如此，何来公平不公平？白素贞，贫僧最后警告你一次，退水，否则如何？杀了我！大师若真要杀我，那便杀吧。只是今日，我绝不会退。冥顽不灵！大威天龙，般若诸佛，世尊地藏，般若巴马轰！飞龙在天，护我金山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水灵听令，翻江倒海。白素贞，你以为就凭这点道行，能撼动贫僧的金山寺？大师，那便试看。水漫金山。方丈，水来了！白素贞，你这是要跟贫僧拼命啊！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般若诸佛，般若巴马轰！移山！山在动，方丈在移山。移山填海，这和尚的法力竟然如此深厚。姐姐，让和尚把山移高了，水淹不上去。他金山寺长1尺，我便把水涨1丈。水灵听令，万丈波涛，听我号令，给我涨！方丈，水又涨上来了！白素贞，你这是要逼贫僧动真格的了。净水波弥，今日怕是要劳烦你了。净水波弥，天地灵宝，收进四海之水，听我号令。那是什么宝物？姐姐，那钵盂在吸江水。水灵听令，稳住！姐姐，那波云太厉害了，我们挡不住。白素贞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臭和尚，你别得意。白素贞，贫僧不想动伤你性命，但你今日水淹金山寺，差点害死无数无辜百姓，这笔账，贫僧不能不跟你算。如来神掌！妹妹，快跑！姐姐，跑！别管我！怎么回事？
门，快开门！如何与我久久雪花落，久久恋歌有我和你于是同活。白姑娘，许公子，白姑娘。许施主，没用的，这是如来神掌化成的五指山，以你凡人之躯，根本靠近不了。大师，我求求你放过白姑娘吧，她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为了救我，求求你。许施主，白素贞水漫金山，差点害死无数无辜百姓，这等业力岂能轻易放过？大师，你说过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难道就不能网开一面吗？贫僧已经网开一面了，若非念在他修行千年不易，蕴含善心，今日他早已魂飞魄散，岂只是镇压这么简单？那要镇压多久？500年。500年。许公子，不必为我伤心，我是妖，500年很快就过去了。500年，整整500年，我一介凡人连100年都活不到，你让我怎么等？许施主，贫僧之前给过你们选择，是你们自己不肯选。大师，我现在选，我选投胎。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，我投胎异类，修行千年，化形成妖。1000年后，我与白姑娘同为异类，便无人能阻挡我们。许公子，不可！投胎异类修行之路凶险万分，稍有不慎便是魂飞魄散。白姑娘，我不怕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不行，我不许你这么做。许施主，你可知道投胎道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。我选。我会忘记白姑娘，忘记余杭，忘记自己是谁。我会变成一头野兽，在山野间挣扎求生。我要修行千年，历经天劫，九死一生，方有可能化形成人。即便如此，你也要选。许公子，不要！我不许你这么做！白姑娘，1000年后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到时候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好，贫僧成全你。不！许施主，你一旦踏上这条路，便再无回头之日。你确定吗？大师，我确定。这是佛门至宝12品功德尖莲上的金莲子，蕴含佛门法力。你投胎之后，它会随你一同转世，护你周全。大师，你这是……怎么？你难道以为贫僧是那种不讲情面、无心无爱之人？大师，既然你愿意帮我，为何要阻拦我和白姑娘？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施主，每个人站的高度不同，看事情的角度自然不一样。我帮你是我的心意，但我阻拦你亦是如此。牛郎织女相爱，结果如何你也是知道的。两者在天庭的干涉下，化作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，1年只能见1次面。这个故事多感人，但是你觉得好吗？不好。你自己都觉得不好，那你为什么觉得贫僧是在阻拦你们，而不是在帮你们呢？没有法海，难道就不能有法明、法心、法悟这些人吗？将此物带去投胎吧。多谢大师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世尊地藏，6道轮回开。去吧，许施主，贫僧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500年后，贫僧自会出手，让你们团聚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许公子他已经投胎了。大师，你为什么要答应他？因为他真心爱你。贫僧虽然维护天道，但也不是铁石心肠。大师，你究竟是善是恶？善恶本在一念之间，贫僧所做的一切，只为维护天道人伦。至于世人如何评说，贫僧就不在乎。大师，投胎为妖之后，
许公子真的能化形成人吗？那要看他的造化了。修行之路凶险万分，贫僧也不敢保证。他一定会成功的。但愿如此。许公子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一定要。出来吧，跟了我这么久，还打算继续玩捉迷藏吗？你早就发现了我。你的隐藏固然完美无缺，但你却忘了，这里是佛门圣地。既然不放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臭和尚，快放开我！小青姑娘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但亦有怒目金刚。贫僧劝你安分一点，否则……许仙已入轮回，白素丹镇压山下，这段因果暂时了结。也不知道500年后，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姐姐，我来看你了。小青，你来了。姐姐，你瘦了。无妨，500年而已，很快的。姐姐，那个臭和尚把石仙送入轮回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姐姐，你不恨他吗？恨又如何？不恨又如何？法海说的对，人妖殊途，强求不得。许公子愿意为我投胎为妖，这份情谊我记下了。500年后，若他化形成人，我便与他相守。若他……姐姐，许公子一定会成功的。那法海臭和尚送许仙去轮回的时候，给了他一件防身之物，说是佛门至宝12品功德金莲上的金铃子，能护他周全。金莲子法海他……看来我误会他了。姐姐，你别被那个臭和尚骗了，他哪有那么好心？小青，你不懂。法海虽然冷酷无情，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天道。他能给许公子金莲子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小青，你也要好好修行，别到处惹事。姐姐放心，我知道。500年，我终于化形成人了。大师，500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500年修行，历经九死一生，你终于成功了。贫僧没有看错人，多亏大师赐我金铃子，否则我早已魂飞魄散。金铃子已与你的魂魄为一体，从今往后，你是半妖半佛之体，不在3界内，跳出5行中。莫说与白素之相守，便是长生久世，也非难事。走吧，有人在等你。姐姐，500年快到了，许公子他成功了。我昨日去峨眉山，看到他已化形成人。他真的成功了。白姑娘，我回来了。你真的回来了？我说过，1000年后一定来找你，虽然提前了500年。白素贞，500年刑期已满，贫僧今日便放你出来。大威天龙，般若诸佛，世尊地藏，般若巴马轰五指山。大师，谢谢你。不必谢贫僧，贫僧只是依天道行事。今日你2人重逢，因果圆满。大师，当年若非你阻拦，我也不会走上这条路，也不会有今日。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你们能明白贫僧的苦心，便足够了。从今往后，好自为之。姐姐，那个臭和尚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。是啊，他从来都不是坏人。白姑娘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完成人妖情缘因果链，助许仙化形成人，助白素贞解脱镇压，促成因果圆满。
奖励当前功德总值为999999点，还差1点功德即可成就佛祖果位。还差1点吗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修行1000年，斩妖除魔，普度众生，不为成佛，只为心中正道。若苍生安宁，贫僧不成佛又何妨？法海，你心存慈悲，心怀苍生，功德圆满。今日赐你金莲1朵，成就佛祖果位。弟子法海叩谢佛祖。师父，弟子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